这次回来的仓促，没带什么东西，给你和肖哥一人带了双鞋，肖哥的你替我给他吧。我替他谢谢你。当初我跟你一样，天天掉眼泪。这要是换成别人，我早就放弃了。可他不一样，他是萧闯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早就说，萧哥那是百里挑一的传奇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，我们都等着他回来呢。对，谢谢你们，他会回来的。哎呦，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？萧哥的事儿不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吗？来，今天给你接个风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走的时间长了，还真是馋这口。来块肉。哎，一婉，香港那边最近怎么样啊？一婉，咱们先说硬盘的事儿吧。差点忘了说正事儿了。国际上的硬盘突然特别紧俏，价格不断上涨，都快翻番了。怎么突然变这样了？国外有几个生产硬盘的厂商产量突然下降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，要不要趁这个时间点补充点库存？咱们现在的常备库存只剩下1个月的生产了。以现在的价格采购，无疑会增加成本。毕竟咱们现在利润也不是很高。这件事依我来看，不管价格高低，硬盘一定要补，而且谭总一定会同意的。咱们华研能够走到今天，靠的是高瞻远瞩，不计较蝇头小利。我看未必吧。你走的这2个月发生了好多事儿，谭总现在……这次是大事儿，即便他不同意，咱们也要想办法说服他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咱们到时候一起去。来，边吃边聊，尝尝这个。这个下进来。来，这是我见过最质朴的副总办公室了。你始终是那个无法被改变的裴庆华。你看起来也一点都没变。我还没变，我被你朋友的事儿弄得睫毛都快掉光了。他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我托了所有在广州记者站的同学，跟他们说萧闯是我亲弟弟，一定要尽力去找。所以一有消息，肯定会马上告诉我的。谢谢你，你在这方面的能力确实比我要大。你看开一点啊！看你为萧闯做那么多事儿，真的挺感动的。有情有义的裴庆华，我没看错你。如果换作是我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他肯定比我还要着急，而且比我更有办法。所以，还要再伤感一会儿吗？言归正传，开始采访吧。好，那就直奔主题了啊。华研现在的成就已经有目共睹了，你们率先展开的价格战可以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，毫不过分。那现在各大品牌已经纷纷降价，把这个市场炒得非常火热，这个情况你们想到过吗？目前看来，市场的反应的确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热烈，价格依旧是用户最看重的要素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持续推出质优价廉的好电脑。那在目前局面大优的情况下，能不能透露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？关于战略方面的问题，我挑重点来说吧。我简单用4个字和1句话来概括：质量、口碑，做让消费者信得过的电脑。你不知道我是按字数算钱的吗？不过你刚刚说的4个字和1句话，
我都会放在标题上的。谢谢你，让更多的人看到华研。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裴庆华。目前的硬盘价格是1天1个价，咱们最好尽快决断。小裴啊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现在正是华研开疆拓土的时候，即便是成本再高，咱们也要保质保量，一定要备好3个月的库存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以这样的价格收购硬盘，我们就是在做赔本的买卖。高价收购硬盘一定会亏损一些利润，但是和生产停滞、丢到市场相比的话，这点损失可就太小了。那不是还有1个月的库存吗？而且我一再强调，要善于发现市场的规律，涨价往往呢就是降价的先兆。CPU 的教训，那都忘了吗？这2个配件没有可比性。这样吧，意外，你尽快回到香港，回去以后，随时关注硬盘的行情，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的，谭总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谭总 ，CPU 更新换代快，而硬盘的技术现在趋于稳定，这就像是副食品和大米的保质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米可以囤，而且我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今天我再重申一遍啊，质优价廉，这是我们一贯的战略思想，这个战略任何时候不能动摇。而且以我对市场的判断，用不了太长时间，这国际上的硬盘价格它一定会回落。谭总，咱们还是得防患于未然。居安思危是好的，但是你总不能太谨小慎微吧？谭总，咱们华研能有今天来之不易。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都不能草率决定。好，这件事情你让我再考虑考虑，好吗？谢经理，对不起，一会儿和张总开会要用的电脑市场价格表好像落桌上了。那你尽快去拿吧。嗯。啊，对，我已经到门口了。谢经理，谢经理，看到熟人了吗？不认识，看错了。价格单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那我们就走吧，别让张总等急了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以后要是单位不忙，就常回来吃吧。最近加班比较多，都跟同事一块儿吃的。
你天天老玩这个游戏，这不魔怔了吗？你暂停一会儿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说吧。唉，你这回来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妈妈知道你心里难受。这个萧闯呢，也是个不错的小伙，但是人有旦夕祸福，你得看开点儿啊。我没什么看不开的。那你总这样得什么时候到过头啊？他人已经死了，你总不能一辈子你就这样吧？啊？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已经死了。行，他没死，他还活着，可他活着也不来找你啊。你说你为他这样，你傻不傻呀你？喂，喂，是我。这都后半夜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大新闻，华研上 CNN 了，你知道吗？说咱们本土电脑迎头直追外国品牌，硅谷的好多企业都在纳斯达克的股份下跌了。上 CNN 这事儿我知道，但那只因为这件事情下跌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夸张了？这是真的，我有预感，用不了多久，华研就能在美国卖出去。行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不过，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当下的首要任务，还是先要把国内市场稳定住。华研有你跟我爸坐镇，没什么不踏实的。可如果我跟你爸在想法上有一些分歧呢？那就聊呗，哪有一点分歧都没有的两个人啊？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开始就抱着同一个目标，肯定会把华研做得越来越好的。那我找时间再跟你爸好好聊一聊。不过，虽然他是我爸，但是你也不能退缩，因为这才是我喜欢的裴庆华。你到底是哪一头的呀？你这还用问啊？我当然是你这头的了。我早就想好了，等我一毕业，我就杀回北京，坚定不移地加入你的阵营。离我毕业还没剩多久了，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。可是萧闯现在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自从他出事以来，我就感觉时间都停住了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赶紧把丫头叫出来吃饭。还爱吃不吃？你这准备干什么去啊？来来来，快过来喝粥，新熬的小米粥。你们吃吧，我今天去一趟广州。是公派吗？
不是。那干什么去？去看看。那我这昨天晚上跟你说的话，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？我记住了，所以突然想起来，好久没去了。你们放心吧，我明天就回来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涵涵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哪儿都不许去，你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爸，你要是觉得这样可以拦得住我一辈子，那你就拦。如果你拦不住，咱们就别费这劲儿了。你这个丫头，你咋这？哎，你就不能把爸爸妈妈的话往脑子里去一去吗？快把资料拿给他看，赶紧。我们都知道了，这个萧闯哪有什么爸妈在九泉呀？萧闯他就没有爸爸妈妈，他欺骗了你这么些年，把我们俩都给骗了。还有他那个什么领航，那欠了一屁股的债啊！你也想跟着受拖累吗？这都是你爸求了很多人才查到的啊！你看看，这是萧闯户口本的复印件，还有他爸爸妈妈的这个销户页，你看看，这都盖着章呢，你还等他干什么？我的傻丫头啊！你看看，萧闯早就告诉我了，是我让他们骗你们的。不是你，哎呦，这工厂那边情况如何？哦，现在工厂正在3班倒，加班加点的生产封神电脑，出货肯定是没问题。质量方面呢，有保证吗？这个你放心啊，我们刚刚建立了质控系统，出厂还增加了高温装配件，现在咱们的质量绝对达到国际品牌标准。哎呦，来，韩总，行，坐下吧。来的还挺快啊。是这样啊，今天呢，把你们叫来，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。就在刚才，我和时代银行谈妥了一份2000台电脑的订购合同。2000台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啊！不光是数量的问题，这是国内的银行第一次订购咱们国产的电脑。你们也都知道，银行对于数据的要求那是非常严苛的。所以，这次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就说明我们华研电脑在质量上已经过关了，这是最高的报价。什么时候交付？下个月底。啊，那个谁，老岳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工厂加班加点，加班的补贴我来特批。不是，谭总，这下个月底这肯定交不了。第一，打乱了我们出货计划；这第二呢，咱们的硬盘库存根本就不够。谭总，咱们工厂的硬盘数量本身就不多了，香港在上个礼拜还有高价硬盘，这个礼拜不管出多少钱，一块都没有了。你看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，交货时间往后延长？交货的时间没有商量，他们要的很急。那如果订不到硬盘，这批订单，咱们就只能忍痛割爱了。你有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嘛？你们现在都把困难抛出来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，前段时间没让你们囤积硬盘，你们对我有意见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没有这样的订单，你囤积过多的硬盘，那就是一种浪费。关键是咱们现在没有硬盘，电脑就没有办法按时交付。如果违约的话，责任全在我们身上。
我再重申一遍，硬盘要买，电脑也要按时交付。时代银行这个大客户，必须给我拿下。得。怎么样？这批硬盘还满意吧？你们要的话，今天就把定金交了。你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硬盘有多紧俏，明儿我可不保准还有没有啊。我们确实想要，但我们两个做不了主，得跟领导汇报。您能再宽限一天吗？要不是你们两个天天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你们留着，我早就出手了。你们这怎么回事啊？林总，我是老板，跟我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是华研电脑的向一飞。华研，请问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叫傅林，就是你们追着小王一直要买这批硬盘。对，我们跟王秘书聊过几次了，您的这批货我们真心想收。现在市场上也就您这样能找到符合我们生产规格的硬盘了。行啊，给你们可以，但是这价格得加20%。我回去和领导汇报一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咱们约定明天上午10点在公司签合同，您看怎么样？行，就这么定了吧。谢谢您，谢谢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华研，小闯，小闯，哟，亮你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我对象回来了。哦，前2天水管漏水，我找人来修了，今天来给你们打扫一下。谢谢你。我看这边也打扫的差不多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小闯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等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等待的不就是拿时间做赌注，博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吗？赌注越大，才越配得上这东西的重要。小闯，只要你能回来，我愿意用余生去等。我说，
别瞎忙活了，把你那个卖电脑配件的公司兑给别人吧，过来跟我干点别的。哎呦哥，什么叫瞎忙活啊？你知道现在硬盘涨了多少钱吗？还能挣几个钱？几个钱？现在华研就在中关村高价收，他都收不着。我这批货一转手最少60万。华研这种级别的公司，按说早就应该把硬盘存足啊，不至于这个时候还在找。你看，这人你认识吗？这几天跟我秘书打了好几个电话。这孩子有点印象，好像是一直跟着裴静华干。确实是华研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华研终于落在我手里了。本来约好今天签约的，但我现在后悔了。我狠狠宰他一刀，这叫以牙还牙。和对方约的是几点？怎么还没到？昨天我已经跟他们确定过了，今天上午10点到公司见。说好的前天签约，今天不会又反悔了吧？事先打听好对方是什么公司了吗？打听过了，他们是一家在中关村做配件的公司，老板叫傅林，说是在香港那边有些人脉。我跟他们的秘书也联系过好几次，去看过他们的存货，货挺足的，有大约2000多块。裴哥，不好了，对方突然说这批硬盘不想卖给咱们华研了。为什么？原因他们也没说，刚说2句他们就把电话给撂了。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你之前怎么答应我的？说今天一定要把合同给签了。对不起，裴哥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这也不能怪我们啊，之前明明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囤，非要等到现在，搞得现在束手束脚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没有囤硬盘是决策上的失误，这点我也有责任。但现在不是我们抱怨的时候。如果3天以内再不开始生产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如期交货了。小裴，硬盘的事儿，谭总已经知道了。他让我告诉你，事已至此，也只能想办法解决。你跟了我一路了，肯定有话要跟我说吧？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你和谭总，一个是公司的顶梁柱，一个是公司的发动机，不能相互置气啊。其实我打心底里特别尊重他，但这一次可不是小事儿，一步走错，后面就全都被动了。可毕竟他是大领导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交流。现在这种状况，大家伙儿也都挺担心的。可以前的谭总是不会这么做事儿的。我总觉得现在的他和以前有些不一样。华研成立第4个年头了，最早一波出来的兄弟，现在大小也都是个领导，又有谁能做到一成不变呢？小裴，我知道你性子直，但对谭总还是委婉一点吧。我心里有数。哎，你刚刚怎么不结巴了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
刚才那番话，我在心里都练了好几遍了。小裴，我满浑生不是个说东道西的人，但这次我真的是为你好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今天晚上我再去找一次谭总，跟他认个错，和他心平气和的再谈一次。哎，认错就行，你可别再谈了。哎，哎呀，尝尝我这个吧。好。最近硬盘的事情，如果有什么惹您生气的地方，我先给您赔个不是。说实话，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，我一定会生气。但是你我不会。吃菜吧。哎。硬盘的事儿呢，我都已经处理好了，我都找人联系到货源了。这么快就能找到货源？那可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我是一个老朋友给牵的线儿。那品牌和参数能保证吗？一模一样。什么时候交付？就这2天吧。那这个事儿啊，我交给岳三儿直接联系了，你就不用管了，啊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个事儿呢，你还真得好好上上心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海淀区要评选10大杰出青年，我把你报上去了，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这个电视台的专访。其实我觉得，我最近的表现配不上这个奖。请了那么长的假，硬盘的事情也没处理好。小裴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把你看成是华研最重要的人。行，这小闯最近有消息没有啊？行啊，该做的不该做的，你都做了，问心无愧就好。裴总，谭总不在啊？谭总出差几天，这批货要的急，我来签是一样的。啊，行。宋总，提前说好，这批硬盘必须保证马上就能交付。您就把心放肚子里，只要您盖了章，您上午言语，我下午就能送到您跟前。合作愉快，感谢。哥，你让我拖着他们，现在好了，人家不买了，60万没了，鸡飞蛋打。急什么？你以为赚了60万就是以牙还牙了吗？那你这牙口也太不怎么样了。听不懂你说什么。
我问你，你要是谈几张搞不来硬盘，你会怎么样啊？退了银行那单啊，让工厂停工，不然能怎么办？你还是不了解他呀，他一定不会这么做的。他让我身败名裂，我一定会让他感同身受的。这才叫以牙还牙。李先生，一会儿摄像机红灯亮了，您就可以开始说话了。主持人会和您说相应的流程，您就正常回答，不要紧张就好。那好，我下去看一眼啊。哦，好。来，全场倒计时3分钟。哎，小刘，往这边放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好。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不太对。我是今晚节目的主持人。我是裴庆华。是这样，开始之前呢，有一些注意事项。灯光都 OK 了。您说。你不用记，不用，不用这么正式。就是一些要点而已。我把问题呢都写在这个单子上了，一会儿就照着这个回答就好。主持人，咱们这个节目收视率高吗？非常高，而且会在电视台多次重播。不用紧张，放轻松，我们就真情流露回答就好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实文访谈节目。你看小裴还挺上镜啊。嘿，那是我没上，明年我也争取这个奖，也上个节目，效果肯定更好。让我们欢迎华研的副总经理裴庆华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裴庆华。我觉得大家不止我感觉到，就是从您的穿着和言谈上就觉得您跟一般的总经理不太一样，您好像更像是一个做研究的人。其实，我是学计算机出身的，后来跟着研究室一起下海，直到现在，我都不是很习惯这个头衔。我也从来没有想过，会承担这么大的责任。我想您肯定也是大学毕业以后满怀着期待想进入研究所，但是当研究所下海之后，你又跑去做销售，这中间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呢？一开始刚做销售的时候，我确实有些不适应，我也特别怀念做研究的日子，但我的性格就是，不管做什么事儿，只要我选择了，我就一定要做好。那您这一路走来，觉得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其实我没有什么优势，我只是觉得做销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诚相待。庆明，你说你要是上电视啊，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？那也比你强，比你说话流利。你怎么还学人说话呢？你怎么还认真？谢总啊，你说。我觉得裴总这番话，真是让我醍醐灌顶啊，值得大家学习。是啊。心无旁骛，稳定发展，这才是咱华研的目标。你们要学的呀，还很多。是。在节目的最后啊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跟您聊一聊，在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，谁对您影响最深呢？我听说你们总经理谭启章一路带着你们研究所做成公司，发展壮大，所以我想，他是不是对您影响最深的人呢？谭总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很感谢他。
但这些年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叫肖闯。他现在可能正在电视机前面，我有几句话想和他说。我可以在这儿说吗？好，收到。可以。想必这位朋友一定是您很要好的朋友，那就借我们节目跟他说几句话。冲着这个镜头。你怎么搞的你？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呢你啊？你知道这批硬盘来的多不容易吗？饭碗不想要了你？说话了吧？怎么了？再赶紧给裴哥打电话，这硬盘不太对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上面是德文，那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中文。你的意思是说这？快！请进。小裴，10佳杰出青年。哎，我给你放这儿吧，一进门就能看得见。行，你随便放哪儿都行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华东地区有几个经销商过来，你帮我订个饭店吧。行，那我出去了啊。哎。喂，哎，师傅，是我，你赶快来工厂一趟吧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就是那个这个硬盘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自己来看一下就明白了。好，你等我，我这就过去。行货的话都应该是中文标签，这的确是德语，怎么现在才发现呢？这品牌和规格都一样，这任务又急，来了工人也没多想，直接就上生产线了。这应该是一批要供欧洲的货，这不就水货吗？咱们怎么会有水货呢？师傅哪里搞错了？先别着急，我去问问谭总。谭总，小裴，啊，你走吧。哎，找我有事啊？啊，打您电话您没接，我只好过来找您来了。哦，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？今天工厂突然发现，这批硬盘可能有问题。行啊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明天上班再说吧。谭总，事关重大，数量又不小，万一真出了什么问题，你我都承担不起啊！
谭总，您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水户硬盘？知道怎么样？不知道又怎么样？重要吗？这还不重要吗？小裴啊，我们并没有欺骗消费者呀。硬盘的品牌是不是一样的？技术参数是不是一样的？顾客使用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是，表面上看是没什么不一样，可来源、生产标准和售后服务全都不一样。消费者花钱买的不光是质量和参数，还有这一系列的保证。一旦被人发现，华研的声誉怎么办？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你听着，这批货还有半个月就交货了，我不希望这批订单出现任何的问题。我不同意，合同是我签的，我就必须要负责。我绝不能昧着良心去买这批电脑。裴清华，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折中的办法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你听着，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停产的事你就不要再想了，其他的问题你看着办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《甩碌週刊》啊！哇，呢幾日就犀利啦，發生一件好盞鬼嘅事啊！就係有個男人喺電視嗰度呼籲自己失蹤咗個好朋友翻嚟咯。只不過呢個好朋友呢，就真係離晒大譜啊！知唔係？佢就係我哋甩碌之王領航嘅前老闆阿蕭闖啦。講到呢個蕭闖啊，佢真係巴閉啦！佢可以唔使半年就攞到一個標王，亦都可以喺1年之內咧搞到自己破產嘅奇才嚟㗎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睇下呢個男嘅講咗啲乜嘢。在節目的最後啊，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想跟您聊一聊。在您這個成長的道路上，誰對您影響最深呢？谭總對我有知遇之恩，我很感謝他。但这些年，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，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叫萧闯。他现在可能就在电视机前面，我有几句话想和他说。想必他肯定是您很要好的朋友，那就借着我们的节目，对着他说几句话。对着这个镜头。萧闯，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个节目。但如果你看到了，你就马上联系我，我们一直在等你。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有我在，有我们在，那都不叫事儿。兄弟陪你一起扛。講得幾咁真誠，幾咁感動先得㗎，搞到我自己都